嗨，你们好吗？我是依林。现在呢，网上教人如何修改简历、准备面试、拿 offer 的分享很多，但关于真实的职场生存法则、打怪经验的内容分享却相对很少。如果考虑到职场生活在人一辈子中所占的比例，这个对比确实是太少了。所以我想要多分享一些有关于职场生存的干货，而这些干货如果我能够早点知道就好了。首先呢，沟通能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学习的工作能力之一，和一些硬技能，比如写程序一样，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与同事、老板、客户打交道。职场沟通是个需要不断练习才能够提高的能力。猎豹移动的创始人傅盛曾经说过，工作中80%的问题都是沟通造成的。绝大部分工作问题不来自于技能本身，而来自于沟通。今天呢，我想分享几个有关于职场沟通的方法，不管是下属还是上级，相信都会有帮助。组织是一个系统，工作之间环环相扣，所有的工作都只是一个点，而背后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每一项工作其实都有3个属性，那就是 Why、What、How。我们工作时常常只注意到一个点，就是 What，你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 Why，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以及忽略了 How， 如何做这件事情。只有 What 而没有 Why， 员工会质疑工作的合理性，甚至会丢失工作的主动性。他们会说这样的话：我不知道做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，我感觉这样做对公司毫无帮助，我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。只有 What 而没有 How，员工的工作效率会降低，会影响工作的进度。他们的表现会是出工又出力，但就是不出活，即使出了活，效果也很差。所以为什么说在一个组织中要保持信息对称和畅通？当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和方法不一样，做事的意愿和效果也就不一样。我之前有一期关于字节跳动的视频，提到过字节跳动这家公司能保持创新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透明的公司文化。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，公司上下都保持着信息的对称和畅通。因此在职场沟通的时候，每当请别人一个 What 做什么，你都要下意识的反应前面还有一个大大的 Why 为什么，后面还有一个大大的 How 怎么做。如果你是领导，把你的想法告诉你的下属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在充满困惑的环境中工作，你还应该和他一起讨论工作的方法。你可以用一个神句，你觉得呢？这样员工会提出自己的想法，你也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，并且给他一些建议。如果你是员工，记得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位置。你的上级可能很忙，忘了告诉你 Why 和 How， 但是呢，你不能忘，你要去问他，和他确认，和他讨论。请一定要记住 Why、What、How， 这3点是职场沟通的基础。沟通是一种话语的表达，而表达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人的行为模式。有些人的话语框架是这样的：我说的这么明白，你怎么就是不懂呢？我对你一片好心，你居然一点都不领情。我当然问心无愧，你应该好好反省你自己。这些话语背后的模式其实都暗藏着另一句话：我没有错，我苦口婆心，我勤勤恳恳，我任劳任怨，我没有错，都是别人的错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沟通应该戒掉。别人不理解你说的话，不是他没有明白，而是你没有让他明白。在沟通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说呢？你别说你听明白了吗，而是说我讲清楚了吗？无论是和谁沟通，上级、平级或者下级，都应该多说这句话：我讲清楚了吗？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，如果没有讲清楚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责任。这样的表达会让人感觉很舒服。让人舒服是一种难得的能力，因为舒服了就会有更好的情绪，而情绪会影响工作的生产力。一个人会沟通、会说话，不仅仅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，
更能让对方产生好的情绪。试试看哦，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我讲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好的，那就去做吧。但是拖延症经常又犯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常常会设置一个最后期限 deadline， 比如今天是周一，这份报告需要这周四下午提交，这周四下午就是一个 deadline。都说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，所以很快，可能只要1个晚上你就能写好了。但是 deadline 真的是让你最后一天交吗？不是， deadline 是最低要求，是最晚不能那天交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等到最后才交。在职场中，信任是基础，没有信任就没有协作。那怎么建立信任呢？最基本的办法是让别人有知情权。什么是知情权？就是主动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。老板，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在办了。昨天我拜访了客户，聊了1个下午，收获很大。我会根据沟通再纠正一下方案，这都是之前发邮件给您。如果有进一步进展，我再向您汇报。老板看到这样一封邮件，估计会只说1个字：好。但是这个好字背后是信任，然后记得完成你说过的话。周4前发邮件给您，那周3下班前一定要发给老板。那周4上午9点上班之前发可以吗？不行。信任不是让别人先担心，然后在 deadline 的最后10秒钟解除担心。所以一定要在 deadline 之前沟通汇报你的进展，然后完成你的工作。有的时候我们是汇报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收到汇报的人。你的下属可能会兴高采烈地跑来跟你说，老板，我们有个客户答应合作了，我想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。其实客户也许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跟你通过电话确认了这次合作。很多老板听到下属汇报后，常常会脱口而出说，我知道啦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背后的心智模式又是什么？其实是想告诉对方，我知道的比你多，我懂得也比你多。还有一句话，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那就是你不要来浪费我的时间。很多人在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的自我，始终想和全世界证明自己的聪明，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告诉别人，我很聪明，我根本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，也不需要听你讲这个。我知道了，这短短4个字却有着巨大的杀伤力，会让对方觉得自己很愚蠢。所以这4个字千万别说了。那应该怎么说呢？好的，谢谢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忍住，不用再说别的了。好的表示收到了对方的信息，谢谢表示一种善意和感激，就像收到了一份礼物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贵不贵重都没有关系，都真诚地表示感谢，礼貌而不是体面。在职场沟通时，不论请示汇报还是斡旋谈判，记得同时给出几个选择，或者说要有替代方案。我举个例子，一段对话：老板，我现在有个想法，想和您聊一聊，您现在方便听听看吗？好的，你说吧。关于这个方案，我觉得有3种做法。第一种是这样，第2种呢是这样，第3种是这样。这3种方法各有优劣，分别是这样。我判断分析下来，建议第1种和第2种，因为这样。老板，您看看有什么建议？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呢？您曾经说过，我们合作的过程应该尽可能为客户着想，吃点亏没有关系。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第1种方案。我觉得也是，那你就去做吧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再随时和我讨论。这段对话中，你感受到了什么？不只是提问题，也要提建议，而且同时提出2个以上的建议。以上是5个我觉得很实用的沟通方法，虽然很小，但很有效果。在职场中，沟通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工作能力。从公司来讲，作为一个组织，每个人都是链条中的一环，只有前后搭配好，才能够保证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团队能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，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沟通。
职场沟通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。如果说有什么心法，应该有这2条：一，凡事有交代，件件有回落，事事有回音。2，同理心，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会简单很多。今天也分享了5个方法。一 ，Why、What、How， 除了要做什么，还要说明为什么需要做，和一起探讨应该怎么做。2，别再说明白了吗，而说我讲清楚了吗？把交代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。3，永远在 deadline 之前汇报，让人放心。4，别说我知道了，而是说好的，谢谢，表达善意和感谢。5，不只提问题，也要提建议，而且同时提出几个选择。我认为这些沟通技巧不仅适用于职场，也适用于家庭，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长辈，请你们也不妨试试看吧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你能给我点个赞，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